主公。少主公，姓董的果然不禁下，什么都交代了。收买董仓管的人叫许进忠，家住冯夷郡，世代打铁为生，不知为何忽然便入了仕，如今是掌管兵器的上方令。许进忠定期会给董仓管银钱，他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至于许进忠将军械运往何处，又卖给何人，他一概不知。哼，许进忠，这名当真有趣，就是不知他究竟在向谁尽忠了。此番作为多久了？足有半年多了。这半年来，除了咱们最后一战，天底下未再起干戈。这许进忠吞下这么一大批军械，看来他的买家所图不小。此人现在何处？自董仓管被捕后，已几日不曾露面。继续查。是。那董仓管那边如何处置？他对上方令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论罪，他当发配边塞。告诉廷尉府，发配前让他回趟陈家吧。能抓住董仓管，查到这些线索，也有陈四娘子一份功劳。我们当投桃报李，还他一个人情。发配前，让董仓管见一眼亲人。少主公什么时候学会投桃报李了？不是说不管程四娘子死活？还问？你是想避刑还是关钱？少主公不会对我们这么狠的。那得看心情了。我明日便放董仓管回家，报答程家娘子。这么多好东西，我可从未见过。这簪子可真好看，还不止这些呢。女君心中记挂你公子，这么些年，但凡是见着，都想给你公子留着。还有别的好东西？当然有。这些都是替你挑的书简。书简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。绝不可以已，世上最珍贵的便是书。你挑一卷读给我听听，看看你以前都学了些什么，再筛选更合适的给你。快读吧。怎么不读啊？嗓子疼。说实话，是不是有好些字都不识的？都不认识。都不认的？也不是。有几个字看着还挺眼熟的，这个“仓”，仓对吧？什么以教，什么子，还有几个眼熟的。是仓颉作书，以教后嗣。就是这个。幼子成诏，谨慎禁戒，10几个字，你才识得4个。咱们袅袅可真是聪慧。就该休了那毒妇，我们把孩子交给他，他竟教成这样。众夫人用心恶毒，女君学识渊博，她竟然令你公子成了睁眼瞎，对吧？
哈哈，没事儿。阿父啊，以前也是这样瞎，不过有你阿母在了，你阿母的学识啊，别说在乡里，就是在整个郡县，那也是很有名的，对吧？其实也不能全怪二叔母，我的确不爱读书，可能是随了阿父。那就慢慢学。你阿父自小忙于农务，之后又四处征战，自而立之年才开始习文。如今朝政奏章，四处寻报，他已能够畅阅无碍。哎，读书的事儿啊，来日方长。董家人快来了，夫人随我先去。鸟鸟啊，快去更衣，啊！这些书简都留下。家中出了如此大事，还有心梳妆打扮，倒让长辈们在这儿候着。往日里二叔母是怎么教导你的？二叔母往日曾说过，董姓亲戚与我毫无干系，也不必见。所以袅袅不知是该来，还是不该来。怎么与你毫无干系啊？你是我家女娘，正经母家人，为何不能相见？你少说几句吧。这除了小辈儿的女娘都比你大，少商来晚了，我们都没责备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三娘子到。泱泱见过大母，伯父伯母，阿母。你怎也来得这般迟？女夫子布置了许多功课，所以来得迟了些。这倒不是我自夸。泱泱虽自小不在我身边长大，可在舅父家时就好看书习字，不像有些个小女娘，成日里尽挂住贪玩胡闹，不肯读书。偏我是打也不行，骂也不得，真叫长辈们操心。阿父阿母，袅袅不爱读书，多亏了二叔母，从不强求我。二叔母还说，女娘嘛，日后记得郎婿的名字就可，学这么多也是无用，不必像我阿母这般能文能武的。你少扯这没用的蠢货！他若是散漫惯了，不学好，将来跟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一般，被圣上发配到边疆去做苦力吗？哎，快扶我去看看！快！哎呀！堂子，坐着干嘛？看热闹去。千万不要再做出什么糊涂事了，阿弟啊！好，还有，以后你们家人不要再上这儿来了。大郎乖
官职要升上去，家里总要立规矩，总不能像乡下一样，什么山猫走兽的都往家里闯啊！不要你了，我说大母这平日依然会喝酒在地上耍赖，是跟谁学的？我怎么不管你了呀？我怎么就不管你了？家族渊源。嘘，莫要非议长辈，仔细大伯母听见了，要罚你。进出都有奴婢使唤，阿父在世的时候哪有这般光景的好日子？我怎么就对不起阿父了呢？哎呀！可是你过得比我更好。我就应该过得比你好。程家的好日子都是大郎血里活里拼出来的。你是董家子，我是程家父，咱们虽然是手足，但是拜的祖宗已经不一样了，知道啊？今天程氏全家都来给你送行，已经是天大的情分了。程家。就是你！这是程家，还容不得你在这里耀武扬威。程氏，我到这般样了，像谁？小小年纪，出卖至亲，无情无义，都是随了你呀！程长生，难怪他要这样对你呀！好。舅爷说的真是何话？大母她如何待我了？阿子当日亲口跟我说的，小史留下这个小弟娘，日后恐怕会和他阿母一样招人厌烦，不如早日把他弃了出门，也省了程家的米粮。你说别说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无话？你少污蔑我！这舅老爷莫不是疯了吧？怎么在这胡言乱语呀？快来大哥，快把人拉走，快呀！对了，还有你这养个小女娘，不过10几年，咱们把她给养废了啊！让她日后补救都来不及。不是，程，知道为什么不教你习文识字识礼了吧？啊！我外甥这些年寄回来的银两，全跑你荷包里去了。你胡说！你还在这装什么装？还带走了！快！你们程家啊，无情无义啊，视我于流放不顾。我让你们待在这儿，你休想安生！你是谁呀？你快走吧！你再不走，我们家的日子过不下去。阿子，你当年在阿父面前是怎么的事啊？你这样对得起阿父在天之灵吗？可曾有查到许敬忠的消息？少主公，咱们的人在他的宅子外面守了好几日了，他未曾归家，始终下落不明。他可有任何家眷？无妻无子，孑然一身。我问你们，如果你们想要避人耳目，会选择何处？自然是自己最熟悉，其他人猜不出的地方。没错，人逢危难之时，通常会选择自己熟稔之处，所以董仓管才会躲去当年与陈老夫人相依为命之时所住的乡下庄子。这许敬忠无妻无子，老家又在红衣郡，所以在这都城之中，他最熟悉之处，除了自家宅院以外，就是打铁铺子。属下立刻排查城中所有打铁铺。准。这个杀千刀的祸害，总算是走了。
哎呀，害得我险些一口气没喘上来。你也是脑袋糊涂、蠢笨，怎么能拿大郎辛苦挣来的奖赏投葛氏布庄呢？赔个底儿掉吧。幸亏是有大郎和三郎是好的，我要靠着你们二房，我还不得喝西北风啊！阿母啊，哎，三弟来信说，过几日能回都城，今年可在家中过正旦。自孩儿起事11年，难得我们三兄弟能齐齐整整地团聚在阿母的膝下，也可好生热闹一番。这么多年呢，你们兄弟东一个西一个，阿母这心呐，就没囫囵个儿过。君姑，三弟两口子会在清县与宋儿少公会合之后一同归家，除了还在边关镇守的允儿小两口不能回来，我们一家人总算是真正团圆了。对，你赶紧收拾收拾屋子。哎呦，咱们程家好久没这么热闹喽。君姑，这一时之间哪腾得出那么多间屋子啊？啊，对了，之前不是说要给四娘子备件书房吗？我看她也无甚用处，不若先把那2间房腾出来给侄子们住。四娘子应该不介意把房子让出来给兄长住吧？可阿母说了，如今让我日日文书，这可怎么办？有心读书哪儿不是书屋啊？这也不过是应急之策罢了。弟妇说的也没错，若真心想要读书，就算是马厩、草棚也能读。袅袅，不是让你每日在屋里温书吗？怎么还不去啊？青葱，督促袅袅不背完书不许吃饭睡觉。其实四父也不反对，那我明日就令人将书房先收出来。我那可是2个宝贝孙子，怎么能挤在书房里睡觉呢？反正你没生儿子，二房拢共也没有几个人，不如你把主屋腾出来，跟大房换换。不行，君姑有所不知啊，这主屋也就是瞧着上好，实则年久失修，潮得很，住不得人的。你就赶紧修缮呐！你看正好还能赶上正旦，接我的宝贝儿孙们回家。怪来怪去，就怪我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，成日里就知道对着这些破书烂简发呆，倒让我个妇人在外冲锋陷阵。你们程家，长兄打仗为将，三弟读书为官，留了你这么个不中用的，今日竟连主屋都保不住了。你这个不识点子！他若是连主差都换不来的话，还不如一把火烧了，拿个干净。我的书姐，阿父，哎呀，阿父，我的书姐，阿父，阿父，别着急，我来，我来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主屋本该就由长子长孙所有，只是大哥常年在外征战，主屋被我们占，现在我们还回去，也是应该的。你放屁！这都1个时辰了，急救章的前10句可曾记住了？阿母，我饿了，可是没有力气学习了。阿母倒是觉得饿一饿，这脑子更清醒一些。哎呀，读书也不急在一时嘛。来，娘娘，先垫垫肚子，吃吧。每吃一块多背5句。哎呀，夫人，袅袅之前受了这么多苦，
夫人是否对袅袅太严厉了些？将军若是觉得我管教的太严厉，我也不愿意做这个恶人。以后女儿你自己教。你阿母教的对，常言道，慈母多败儿，严师才出高徒呢。你与你阿母好好学，日后定有出息。阿父就先不打扰你们了。把点心拿走。他续伯记留你在家尽孝，那总该给我们点好处吧？若不是你身子不行，泱泱又何至于是个女娃？20余年，就因为无嗣，我在你阿母面前就从未直起过腰。本想过起腰根儿，也被四娘子给搅和了。现在倒好，好儿郎没我的份儿，这好宅子也没我的份儿了。你还说不是他大方欺人太甚啊？其实偏院也挺好的，阿父住偏院，读书还清静些。你闭嘴吧！你当我不知晓吗？每我罚四娘子进食，都是你悄悄的去给她塞声，这才致使我拿捏她不住。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、吃里扒外的东西。看看你们这父女情深的样子啊，一个孬，一个怂，怎么叫我赶上你们这么一对父女？我倒宁愿我生的是四娘子那个黑心肝的小混账。往日我不听二叔母的话，她就不让我吃饱饭。待我饿到头晕眼花之时，自然什么都肯听她的了。不曾想，如今回到阿母身边，照样是饿肚子。那你不爱用心读书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知晓，楼为何能建那么高，车为何能行这么远，地里为何能种庄稼。我还想看看这世道的真实模样。这些圣贤道理，待我看过外面天地，回来再学也不迟。分明就是你懒怠贪玩，还巧言令色。你不想学圣贤道理，本就是你无理无德。你不想听人劝解，本是因为你性情睚眦必报。真当我看不出你的小心思吗？你举告董舅父也就罢了，还恐吓你大母，更暗中举告你的二叔母。这些年他们的所作所为我看不惯，袅袅举告他们，那是为陈氏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，何错之有？错在你年纪轻轻，便行事不知天高地厚，竟视朝廷的生杀大事为儿戏，险些连累了程家，还自诩聪明。若不好好教导于你，总有一日会做出天大的祸事，累及家人。乖乖的给我看书吧。被人欺负到头上也不还手吗？我若是任打任骂，早就被欺负到泥土里了。难道还要让我学你？费了面子，忍了10几年，如今连主目也被二叔母占去，装什么贤良大度？不对啊，以阿母的脾气，怎会任由二叔母骑到自己头上？二叔母，可曾歇息啦？
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我还要住的院子。四娘子，不要以为你父母回来便有了靠山了，还胆敢上门来嘲笑长辈了。也不看看你那阿母，是否真与你站在一道，会为你出头？二叔母，看来我与阿母的好多琐事，你都甚是清楚啊。不错，我是派人跟着你们呢。哎，我就想看看你们这母女重逢以后啊，到底能有多少的情分？这现下看来，你们这母女情分也不过如此啊。既二叔母已经看出来了，我也不必遮遮掩掩。二叔母可愿继续住在主屋？你这是又憋着什么坏主意了？这是哪来的话？我阿母可是从沙场征战回来的，你若是硬碰硬，如何碰得过她？但若是二叔母你拿子嗣去说服大母，谁都说不准二叔母未来会不会有大母的孙儿呢？四娘子，此事还需你来提醒我。你会这么好心，站在我这头和你阿母作对？你是来诓我的吧？我有什么好诓你的？你也看出来了，只要我阿母不痛快，我便就痛快。二叔母，天色不早，袅袅回房了，二叔母早些休息。你知，我知。这小混蛋！哎呀！也算不枉费我的一番苦心教诲，终于给大房培养了一个好孩儿。君姑勿要。屋子收拾好了。君姑，之前四父只说不愿累着我们，一家人住在后院即可，我这才勉为其难继续留在主屋的。这眼下又说侄子们即将归来，那须臾之间，哪有那么快理出屋子来的？人家跟你客套几句，你就当真了？大郎才是成家之主，你久住主屋不肯搬，岂不让外人笑话我们没有规矩吗？这也不是心腹不愿意搬，我是问过老神仙了。老神仙说，这主屋啊有利子息，四父住在主屋之时，这子嗣多旺盛啊，可得了3个儿郎呢。那你住了好几年也没见你旺啊。是，我自问不如四父会生养，只求君姑还念在二郎的面上，可怜可怜他。年过而立之时，人膝下无子。这旭伯嘛，膝下子息旺盛，自然是不信这些鬼怪胡说了。那我们这些命苦之人，君姑还是要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嘛。那子息旺盛有什么呀？大郎屋里不就3个儿子吗？我又不嫌多。老神仙的话也未必真准，若非当初轻信于他，我也不会将袅袅留下。这么多年，无人管教。老神仙说的怎么不准？我的身子骨恢复，多亏了老神仙。是，我觉得老神仙说的有道理。既然
主屋望子嗣，那二房就继续在主屋住着吧。是，君姑，难不成地父一日不生出儿子来，他就可以一日不搬？对呀，子嗣为大。君姑，我今日在此起誓，若一日不能为陈家带向儿郎，我就一日不搬了。四父，咱家君姑这脾气是谁也拗不过，天大地大，子嗣为大，只好继续委屈四父一家，住在后院啦。只要地父以后莫要后悔就好。我早听说四父喜争强好胜，今日可真让我亲见了。咱们这当女人的呀，该示弱还是得示弱。要不是四父将袅袅逼得太过，他又怎会反过来替我出主意，和你争夺主屋呢？此事与袅袅何干系？袅袅资质平庸，四父就算打磨得再紧，也无法成器呀，还不若放任自流。依我说呀，这养女儿可不是领兵打仗，不能操之过急，得因材施教。泱泱好学，便能学些圣贤典籍；袅袅善辩，便得教些妇人手段。当然了，这袅袅又不是我亲女，我在这儿瞎操的什么心啊？我这再操心，还能越俎代庖，超过你这亲生母亲不成？你公子在做什么呢？嘘。阿母发我抄书卷，我在改刀笔。此刀笔做好了，可以1笔3字，练吗？看，你试试。我还有一个。真的写成了1笔3字。你公子好生聪明，只怕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慌慌张张的做什么呀？下去，我跟袅袅有话说。还不快下去？是。昨夜你可找二叔母，指点她如何留在主屋吗？既要搬去新宅子，那旧宅主屋便让给他好了。你是如何知晓我们要搬到新宅的？二叔母搬进主屋，阿母并未反对。以阿母的性子，又不是容易妥协之人，我猜，定是因为阿母知他占了也无用，才弃之不要的。再说，阿父随着万伯父打了胜仗回来，朝廷封赏迟迟未到，算算日子，也差不多了。我与你二叔母，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都是长辈之间的恩怨，无需你插手。又不是只有阿母一人与他有恩怨，他们欺我辱我，阿母都视若无睹。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阿母怎就看不过去？过去我与你阿父不在家，未曾教导你，任由葛氏将你养成了肆无忌惮的性子，是我们未尽父母之责。之前你装病也好，举告亲长也罢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此为最后一次，若还有下次，我定不会轻饶。你要好自为之。拿来。
拿来。还有一个呢？好好的看书。好自为之。好自为之。城使萧元一听诏。制诏校尉城使，朕闻贤可兴国，建国当风。城使深植忠孝，屡立战功，故封关内侯，采邑取陵，10邑500户，以彰功绩。臣接诏谢恩。麒麟侯请起。麒麟侯，可喜可贺呀！劳烦城使了。老头子，老头子保佑我们呐！咱们大郎有出息了，成了将军，封了侯了，喜事真是天大的喜事呢！君姑，可不止这些呢。我听闻圣上还赏了旭伯许多田地呢。大哥光宗耀祖，我们为您也甚是高兴。这都听完诏书了，怎的还不回房？一会儿吹风着凉了，害得君姑又要为你担心。哎呀，你心腹说的对。哎呀，二郎啊，二郎啊，你要有大郎、三郎一半的出息，阿母也能闭上眼去见你阿父了呢。阿母，我们3兄弟啊，为这个家操心最多，功劳最大的就属二弟了，你怎能说他没出息啊？二弟，你平日里最喜欢读书，这次圣上赏了许多书帛，你去挑挑，可否有喜欢的？多谢大哥。大郎啊，你二弟待你孝顺我，你就送他书帛。那儿啊，阿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你是不是多留些给阿母啊？自然短不了阿母的，金银细软都归阿母。跟阿母说说，圣上都赏些什么呢？哎呀，可多了，那些宝贝呀，寻常你别说我见了，就是连听我都没听说过呀。那一台台大物身边经过，多得我眼睛都不够用哦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带我亲自去看看。好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可听闻圣上赏了人万将军一套大宅子呢。是。啊，正是。不过万兄说了，他现在这个宅子将来给咱们家住。阿母啊，到时候你就住万老夫人如今的居处，而以元一就住原先万将军的屋。往日里我去万将军府，对那宅子就心生欢喜。万万没想到，有一天我们竟能住进去了。地父就不用去了。你不是说生不出大胖小子，就在主屋住到老吗？既然主屋这么利你，你可得好好住啊，住到死。你放心，没有人去爱你仔细，就连二弟也和我们一起住新宅子，绝不会妨碍你。君姑，君姑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啊，做什么主？义父所求的不就是今日吗？这主，老神仙已经替你做过的，别忘了你可在老神仙面前立过誓的。
是吧，君姑？啊，是的，赶紧啊！对，是赶紧的去瞧瞧圣上赐的宝贝啊！走，二弟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大哥，哎呀，多谢大哥！哎，来，看你客凤有喜欢的。哎，你快说说皇上都想了些什么样的事情？哎，走，咱们一起去。走。哎。受伤了。